小米10青春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啊。这台机器呢，还是在这个米系啊，这个米粉里边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的，因为这台机器挂了小米10的名头，但是呢，这个其他方面呢，应该是做了一些取舍，最主要的就是价格方面。OK， 不会关着你，小白测评，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小米10青春版，看看它有没有继承今年大哥小米10的衣钵。我手里这台是提前拆出来了，已经用了好多天了，然后它这个颜色呢叫四季春奶绿啊，这是一个奶茶的名字，好像是这一次系列的所有名字都跟奶茶非常的贴近。然后手里呢专门有一台是没有撕膜的，这个也是想在视频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久好像没在视频里边拆新机了，好像很熟悉的感觉嘛，是吧？哇，有一点那种极光色，就蓝绿渐变的那种感觉。配件方面呢，应该也是比较传统的三件套，这个充电器、数据线，还有一个透明的保护壳。这个充电器方面呢，它是22.5瓦的一个充电器。这两个机身的颜色，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这次呢，它应该是有4个颜色，而且都是那种奶茶色那种感觉，而且也是人如其名，感觉确实都非常青春。整个 ID 设计呢，你拿上手的第一感觉，是比较轻薄的，而且呢，比较像之前的那个小米8。确实，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疫情在家啊，这个跟我父母住了好长时间，我爸现在还在用这个小米8，我每天看着他那手机，再看着这手机，真的还是挺像的。它采用的也是一个美人尖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下巴呢，相对来说是有一点宽，但是两侧这个收的还算是比较窄的，它是一个3边不等宽的一个设计。正面看起来呢，这个屏占比还算可以。然后电池方面呢，是416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这个电池呢还算是比较稳的一个容量吧。参数方面给大家打出来啊，拿上手的一感觉是比较轻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中框呢收的是比较窄的，而且它采用了一个塑料的中框，也有减重方面的一个考量，只有192克，所以说视觉上还有拿起来都是比较轻薄的一台手机。后背也是一个双曲面的设计，后面的这个麻将啊，标准的一个4筒啊，4颗摄像头，其中有一个是潜望镜头。现在我还不知道价格，但是我预估应该是最便宜的潜望镜手机了。4颗模组参数也给大家打出来，它是4800万的一个主摄，然后是800万的一个长焦镜头，也都是这个潜望镜，然后还有一个800万的广角，还有一个200万的一个微距镜头吧，这个说它是凑数也没啥问题啊。除了这个潜望镜头之外呢，剩下的这3颗呢，全部都来自 OA， 这个我们是根据检测软件看出来的啊。如果要是现在这个软件版本没错的话，都是来自 OA 的。好长时间没有体验到这个 OA 的镜头了。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一起来看一看小米10青春版这套模组的实拍是怎么样的。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小米10青春版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期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它的所有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边。我们的数据库小程序可能是目前最好用的选机数据助手。OK， 我们来体验一下小米10青春版的50倍变焦，现在是1倍，然后0.6倍。动画上呢是直接硬切的啊，然后这个是5倍的无损，画面还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咱们向上拖动，由于它是带防抖的，所以说我现在即便完全手持也还算比较稳。OK， 这就是它50倍的效果。现在进行录像测试。现在小米10青春版是 1080p 60帧，荣耀 30S 1080p 30帧。现在慢走。现在测试的是2款手机前置录像能力。现在太阳还算比较大。现在是慢走。
在处理器方面呢，其实对于安卓厂商来说，今年感觉尤其是对于终端机来说有点难啊，因为骁龙这边呢迟迟不发新的终端处理器，现在还是765G，但是它的调教上呢应该是最新的这个算法。处理器这块呢多说一句，其实这也不能怪小米啊，这个确实这个765G呢照比如说麒麟这边820或者说是天玑这边呢要差一点意思，这个跑分上啊，还有就是实际的性能上都要低一些，但是也不能怪小米，也没有办法，因为骁龙这边就是挤牙膏，它就是不出，是吧？这个所以说你这个旗下的所有的手机就只能用这一个，也催一下骁龙啊，赶紧的是吧？快出招吧，人家都已经出完了，然后也是加入了液冷的铜管和石墨。散热方面大家不需要担心，它是多点监控，这个在之前小米10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在内部呢设置了好多个传感器来实时监控内部不同位置的温度，来实时的做调整，这也算是旗舰级功能的一个下放吧。这个屏幕方面呢，6.57寸三星的 AMOLED 的屏幕，它的出厂呢是做过校准的 GNCD 呢是小于0.7的，就是非常准的一块屏幕，没有抽奖啊，这绝对是没有什么抽奖的。6赫兹的刷新率，18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在游戏方面呢也算是做了一些优化。亮度方面最高是800尼特的亮度，这块屏幕呢是不需要担心的，在我们的使用中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OK， 在我们这段时间的体验之中呢，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啊，就比如说由于它的这个中框收的是比较窄嘛，那个在握持的过程之中呢，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担心硌手的情况。这个硌手上呢，其实它做的优化还是比较不错的。它这块屏幕呢也是有一个塑料支架，不过这个塑料支架跟中框跟这个后背之间的过渡是非常圆润的，而且按键呢各方面的质感也都 OK。毕竟是小米10名下的这个机器吧，这个还是旗舰级的做工，这个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众所周知，一台手机最重要的是马达方面呢，人家也采用了一个 Z 轴的线性马达，但是这个 Z 轴的线性马达呢，它的尺寸应该是比红米 K30 Pro 那个要小一点的，因为它的震动的质感呢，我感觉是没有 K30 Pro 那个好。然后全系呢是 RP-DDR4X 的啊，毕竟是一个青春版嘛。然后红外上呢，它也是全系标配，这个也是祖传的。IFC 这块呢，虽然说是一个青春版，但是也全系都标配了，而且3.5毫米的耳机孔也得以保留。这台机其实在定位上呢，相对于小米10系来说啊，就是一个中杯，你看这样组合一下啊，小米10青春版、小米10和小米10 Pro 就是中杯、大杯、超大杯啊，这么一个组合了。其实伴着小米10发布会一起发布的时候，我觉得这台机也没啥问题，因为它的总体质感上呢，保持的是非常不错的，确实有这个小米10系的那个品质感，但是在硬件的一些配置上，它确实是做了一些取舍，毕竟是青春版嘛，毕竟是它的小米10系的这个入门的这个级别啊。其实今年呢，各个厂商来看啊，很多呢都是发这个3台机器，但是呢也能感知到有些机器呢真的是为了发3台而发3台，就是硬凑了一个上去。小米这个呢虽然说迟到了一些，但是感觉还不错，只不过我现在啊还不知道它的价格是多少。这个就很难判断它的性价比了啊，因为今年这个各家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2698的骁龙865的旗舰，你这个就很难定价了，是吧？这个765G，如果要是还定这个2500档位，那这个明显在配置上呢，那个要更高一些。如果你定这个2000出头，可能这个自己的这个成本上又是压力比较大，所以说这个 Neo 3啊，确实个鬼才，搞乱了大家的节奏，让大家这个定价不太好定。不过现在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啊，我现在盲猜一下它的价格，算了，猜不出来。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呢，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后期呢，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它的10几项、将近20项的这个实测数据啊，都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尤其是我们的公众号这个商城数据库全在里面。多关注你看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我拿上这个手机之后，有没有感觉我青春了一些？有没有可以把帽子摘掉的那种青春感？